宫中发生失忆，这事实在太严重了，武文帝也害怕了，突然撂下狠话说，谁能找到神医治好失忆，重重有赏。这个赏太有诱惑力了。如今武文帝的其他26个儿子一个个卯足了劲儿想表现，然而武文帝其实是希望赵钱能找到神医，治好失忆，救治百姓，再得民心，如此他才好顺理成章地册封赵钱为太子。他纠结了一天一夜，终究还是决定找宋锦。他本不该来的，因为萧衍之还在贡院参加会试，他来找宋锦委实不妥，指不定会让宋锦以为他心怀不轨，趁人之危。但是失忆不能在宫中扩散，百姓也不能拖，所以他还是来了。爷，怎么了？当马车抵达秦宅外边，阿二见赵钱不愿下马车，瞬间懵了。他觉得自己爷这2个月真的是越来越怪了。没什么。赵钱不是不愿下马车，而是犹豫了。他突然觉得自己不应该来。赵钱刚想对阿二说回去，却突然走出宅子，来到马车边作揖问道：马车内的可是陈王？少夫人前日有交代，若陈王来了，请入茶厅等待。他猜到本王要来。是的。赵钱闻言郁闷了，果然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宋锦。失忆一发生，最先想到的是他需要功名。听吃这意思，宋锦都已经在捣鼓制作治失忆的良药了。赵钱最终还是进了秦宅，坐在茶厅等待。阿二、阿三、阿四则一个个瞪大双眼，新奇地看着秦宅的热闹。秦宅的景象实在刺激他们眼睛。只见4小家伙正排着队伍，穿着练功服，围着院落绕圈跑步，一个个像小兵头似的。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3、4。阿二，院里的8人身手不在我们之下。阿三看着院子里的8鬼，面色凝重，撞了一下阿二的胳膊。坐在院落煮酒的男人也不简单。对方明知他是陈王，却不来招待叩见，只让他一人领他进茶厅，让2个双胞胎丫鬟奉上茶点伺候。阿二，你还记得之前请我入内的那个死士说的话吗？不是称宋锦为夫人，而是称为少夫人，这就很奇怪了。难不成院里温茶煮酒的男人是萧衍之的爹？赵钱脑里刚蹦出这个想法，再仔细看秦军时，果然发现秦军的面貌不就是萧衍之50岁的模样？可是不对啊，萧衍之不是泥腿子出身萧家村人吗？什么时候变成了少爷？然而此刻任凭赵钱心里怎么猜，也猜不到萧衍之不仅是千年氏族家的少爷，还是少主。正当赵钱还在猜测萧衍之的身份时，正房的房门突然拉开，宋锦出来了，脸上未施粉黛，简单随意，却不失几分美艳。阿二眼睛都差点瞪直了，亏他以前还嫌弃宋锦丑的辣眼睛，如今看来，宫里那些美人与宋锦一比，简直是庸脂俗粉。赵钱抬眸看着宋锦一步步朝茶厅走来，心思却不在宋锦美貌上，而是在想他接下来该如何与他说话。2人今日的尴尬关系实在是让他不知如何面对宋锦，而这一切也是他自己造成的。距离他7步距离，赵面就对他行了一个万福礼。实在抱歉，让陈王久等了。这2日我都在捣鼓方便药。赵钱见宋锦对自己行礼，很想阻止，但是最后他忍住了。不必多礼，本王也没有等多久。你能不能随本王进宫面圣？如今京中4处爆发失忆，宫中也没能幸免，本朝廷需要你的帮助。可以，我早算到陈王会来。为治百姓，为避免秦家其他产业被失忆祸祸，宋锦原本就想要接榜进宫，而他也算到了赵钱需要这个功劳，一定会来找他。赵钱以为宋锦要等明日萧衍之考完第1场后再一起进宫，没料到宋锦答应的这么爽快，当时愣住了。还请陈王稍等片刻，我去做些进宫的准备。等他再出来时，已经换了一身男装，青丝也用布巾扎成了高马尾，发上插了一只木钗，
脸上也刻意点了斑点，肩上挂了一个医药箱，摇身一变成了最普通不过的大夫。赵钱惊见宋锦打扮时，顿时懵了，可他转头细想了一下，就猜到宋锦是为了避嫌，为了避免二人传出任何不好的事来。如今他风头正劲，宫中不知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看。小半个时辰后，赵钱上了自己马车，宋锦提着医药箱也上了后面一辆自家马车。秦军得知宋锦要去接玄衣令，跟着赵钱进宫。为了自己儿子，他很想出声阻止，可眼下时意迫在眉睫，且他必须相信自己儿媳妇。不仅他要相信，他儿子也要信任宋锦才是。儿媳妇进宫面圣后，需要小心说话与行事。他比较担心宋锦没有见过武文帝，怕他一个妇道人家，一不小心说错话得罪皇帝就糟了。公爹放心，我可能是这世上唯一能治时医的大夫呀，我一定会全虚全伪回来。明日去贡院接相公。秦军听到宋锦时刻惦记他儿子，总算放心了一些。两辆马车离开秦宅，一前一后朝皇宫方向驶去。真没想到，那男人居然是萧衍之的亲爹，并不难猜。其实想想，以萧衍之容貌，又怎么可能会是寻常泥腿子骨肉？那8个死士用的是何武器？可有留意？没有看见他们武器。10亿的事过后，查下萧衍之的这个爹是何来头？能训死士，且一训就8个，绝不是一般人物。他也不过3个死士，就是武文帝的历任暗影，倾尽整个大号也不过100尸人而已。萧衍之这个爹看来很不简单。从萧衍之的爹30年前的相貌方向去查，一定能查出东西。明白。爷，那你对宋锦现在是？赵钱面色一冷，眸光如利刃盯向阿二。就在阿二感觉脖子发凉，以为自己背上又要再加300鞭时，赵钱闭上黑眸，倚靠车厢，声音悠远：看着他一世安好，就是我想法。从今以后，你再别做一些让他误会我的事了。爷，那以后怎么办？一辈子这么长，阿二没敢问出来。还能怎么办？娶不喜欢的女人，强迫自己去做不喜欢做的事啊。从他离开狠黑村，踏入皇宫那一日起，他就没有回头后悔的机会了。以后他只能坐上龙椅，站上权力的顶端，可怜兮兮在皇宫里倾轧一辈子了。这是宋锦穿越到古代第一次见到皇宫，且进入皇宫半天游。一路上赵钱所经之处，宫中侍卫、太监、宫女遇见全都纷纷避让叩拜。按理武文帝赐了玉辇，他只要一声令下就不需要走路，可是这一辈子恐怕就难得这么一次陪宋锦走一回了，所以他没有宣玉辇，而是默默走在前面，甚至刻意放慢了脚步，努力与宋锦保持着3步的距离。